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共通性，就是做任何的艺术行业，也许都是要坚持去做到的，就是说要与生活接触，然后要去为生活做一些创作，而且要努力的去锤炼自己的人格品质啊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产生比较优秀的作品。去去炸唱上让发唱发，学好声韵变四声。你可以收点。看我们的排练间隙，看我们的大舞台，又回到了剧院，非常快乐。1930年，我来到上海。1933年初，经田汉介绍，由夏衍同志监事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所有演员，咱们做演出前的准备，谢谢大家，辛苦大家，谢谢所有参与。开心，好兴奋，好激动。应该也会紧张的，也许在我站的所以台上。但我依旧是非常快乐。大众必然要求音乐的新的节奏、新的内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罗一舟，话剧的。替大家问你几个问题啊，你每次演话剧上场前会觉得紧张吗？会担心自己在舞台上的表演没有打动现场观众吗？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曾经啊，我觉得会有一些就是紧张跟兴奋并存的那种感觉。其实现在第二次感觉特别明显，就是其实上场除了我的心跳是快的啊，是肾上腺加速的，除了心跳是扑通扑通的，但其实我的心态上来说好像比原来的紧张是会好一点，更多的就是好想赶快钟声敲响，赶快大幕拉起来跟大家见面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因为越来越找到那种就是哎呀，我们要在剧场在舞台上去享受舞台，然后去把这些东西表达给观众，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了。尤其是这次就是第8场和第9场，我大概应该是这样的心态。所以其实每次大幕拉开的时候，你是很兴奋的状态。兴奋，曾经的紧张是有一部分，但现在这个紧张的部分在被越来越缩小，越来越缩小。而且发现，当你少一些紧张的这个情绪之外，你就有空、有时间、空间来思考，来现场的去做一些你自己的那个表演上的调整和细节的处理。我们演戏不能完全投入，因为完全投入你很容易形成一种自恋的表达，需要有一个神经在观众席上在控制对，你在看你做什么动作，但那个度一定是小的。更多的我一直跟别人聊的是80%的我们在做表演，在感受，对，20%在其实70%、20%还有10%在上面看着干这一切，是我们自己要有3个下，所以我也不会紧张。我今天还挺兴奋，舞台的魅力就是每一场不一样，每一场今天很兴奋，然后很有力量，表达很满。明天可能没力量，又是另外一种体会。也许不是说没力量就不好，而是没力量突然你发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，然后你发现表演的可能是这样的。这个就跟刚才你问第2个问题，我觉得特别像，就是说，你们会担心在表演的过程中
得不到观众的这种认可吗？其实我觉得，首先第一个，就咱学校教的，首先第一个就是演员在这个方面的表演不能有功利性，不是为了追求效果啊，我要博得观众的喝彩来这么做，而是因为角色人物，对吧？他有了这个，也许当下的那个反应，因为每天来的观众也不一样，对，他有了大家这个反应，该有的那就，如果没有那就没有。还有个问题啊，就是每次大幕落下来的时候，没有你会有什么感受呢？我会不舍，还有内心的一种深深的满足感，因为在台上去挥洒能量，去观众共同的感受当下的这个情节。我发现他那么激情澎湃的一段戏，还这么张弛有度。你别，哥，你说的我那向一周同学学习。啊，这次排练，我真的包括跟陆哥、跟婷哥，我们天天在一块排练，天天在一块儿，我就老跟哥哥们请教，我就跟哥学了好多招，特别问题啊。就哥，你上场之前紧不紧张？紧张是个常态吧，就是你怎么消化这个紧张，可能取决于你平时在这个行业里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紧张消化。对。我就觉得好玩，因为就跟上课似的。我经常可以问挺哥、问陆哥，还有光杰哥。虽然这次和声很紧张，我看着哥们在台上排，我就会总有一些，我觉得奇思妙想可不可以实现的时候，我就会跟哥们多谈谈。包括我们一起吃个饭，我觉得这个过程都特别幸福，特别快乐，特别由衷的去祝福你，因为我觉得。真的，我刚刚那句话我再回头说一遍，就是在你这个年龄，你看有这么多的朋友们喜欢你，然后你看你自己还那么的，我觉得这是一种不知道你从哪儿学到的一种修养，还是你骨子里释放出来的。你记得今天我跟你说过一句话，我说这么多人喜欢你，一定有他的道理，他可能就是你骨子里释放出来的那种善良，那种包容。挺哥，所以你每次都问了挺哥，问了陆哥哪些具体的问题呢？就是比如说这次。抗文，一个是就是说规定的情境啊，但本身的东西我可能会问他说哥，哎这段你说，因为有些啊除了独白，还有很多我们一起合的部分，就是说这个有情境的情况下呢，我们规定情境来，就说哎这个怎么处理？因为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，表演很自然。再一个就是我甚至有时候我还有更多的想去跟哥哥们请教的，就包括我那天我们在食堂吃饭的时候。问哥，我就很好奇，包括像那个影视化的这个表演，他怎么样来构建？就哥刚才说那个，就是说尊重个体，你怎么样读属于你自己的那种细节上的处理，包括对戏的分析。反正挺哥给我讲过很多，就是他在这个拍摄的时候，这个时间过程当中的那些经验，包括这个人物的小细节，包括他的词怎么处理，就这些东西，我如果不来问，然后哥哥们没有这个机会跟哥哥们排练，我可能无从这个。然后这些经验，可能我得拍电视剧，我得拍个很多年，我才会能学到这些事。对，是这样。所以我说幸福是海绵吸水。